2歲，守着公婆留下的這間小賣部，30平，1個月租金3000，日子勉強過得去。閨女在住校讀高中，成績不錯，前夫欠了一屁股債跑沒影了，債主隔3差5上門，我都習慣了。又鬧耗子。明天又得找人補牆。這什麼時候多了口井？見鬼了！啊！這洞裡是什麼東西？先扔點東西进去試試，這個洞到底怎麼回事？這些東西正好要處理了，扔進去也不心疼。也不知道這個洞到底有多大，這點東西感覺塞不滿啊。真沒了。多謝神明賜食。这是银锭，還是古代的银锭，能賣不少錢。那天早上我蹲在牆洞前，手裡攥着那塊銀锭，腦子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我這破小賣部的後牆到底通到哪兒去了？真银子，不是做夢。喂，对面到底啥地方？有人吗？神表现灵了，快跪下，神仙又赐食了。媽呀，我成神了！媽，你蹲那兒幹嘛呢？像只大耗子。沒幹啥，媽找鑰匙呢，掉牆角了。哦，媽，生活費還有沒？我們宿舍要交空調費，一人攤120。有，媽一會兒就給你轉。你好好念書，甭操心錢的事兒。閨女正長身體，在食堂連份紅燒肉都捨不得打，可我連給她買箱牛奶都得掂量半天。我宴回城10萬軍民，叩謝神明，若能再次清水糧食，願以銀器相報。管你古代現代，有難處我就不能不管。我不是神，我叫張桂芬，開小賣部的。你們缺啥說話，我能弄到的都給，別叫我神明，叫姐就行。神女在上，蠻族圍城已逾半年，城中草根樹皮盡絕，鼠雀無存，老弱日死數百，青壯亦難支撐。末將為長風，求神女救我復入。一個半大孩子扛着10萬條人命，老天爺，你是要把人往死裡逼嗎？再難，我也不能見死不救。而且要錢我沒有，要吃的我有的是。哎，那個叫魏長風的，你給姐聽着，姐能整到吃的，糧食、水、藥，姐都給你弄，你們給姐撐住了。桂鳳大姐，長風無以為報，這是我的心意，還請您收下。劉姐，你明天有空沒？陪我去趟批發市場，我給你開工錢。這是大夏國官銀，品相極好，絲鑄的，但含銀量足。姐，你哪兒弄的？祖上傳的，您看值多少？一枚這個數5萬，要是有出處能翻。大夏國存世短，東西少。我下崗前1個月工資1800，5萬夠我掙2年多，我再考慮考慮。您給我留個電話。跟我閨女差不多大。既然有我張桂芳在，你就死不了。银锭已經賣了，到手5萬塊，足夠買糧食了。老闆，大米給我5公斤。姑娘，你開飯店啊？對，開食堂，打算囤點食材用。老闆，
先来50斤大米，20斤面粉，还有10桶油。碘伏、消炎药、纱布、止血带都给我装。大姐，确定要买这么多吗？确定，我付现金，你给我开票就行。这些东西够了，但没地方放。对了，正好把隔壁租下来当仓库。妈，你脸上黑乎乎的，干啥呢？搬家呢，仓庫裡都是貨。咱家小卖部要發財啦！劉三兒，想活命就把這封信送出城，交給北地大營。韓將軍，城裡有神恩，咱們不是能撐住嗎？神恩，那是妖術。城破之後，你和你娘照樣死無全屍。把信送出去，我保你全家平安。張桂芳那娘們兒欠了3個月房租，突然補上了，還往倉庫搬那麼多貨，不對勁兒。彪哥，要不咱去探探？不急，把他逼走，這鋪面轉交給趙總開超市，咱們坐着收錢，先摸摸他的底。我這人倒霉慣了，盯梢的我瞟一眼就能認出來。喂，110嗎？我這兒好像有人非法跟蹤，在巷口停着呢，一輛黑轎車。想拿捏我，嫩了點兒。韓崇說城內有糧，還有妖人相助，好得很。傳令下去，明日拂曉，全軍攻城。劉三兒跳牆跑了，屬下無能，只從他屍身上搜出半截信。上面寫着城內有糧，有妖物相助。妖物，他指的是張姐。傳令全軍，今夜不許卸甲，所有城門加雙崗。明日蠻子全力攻城，大姐勿妖，長風必守住此城。開西門，迎天兵入城。張桂芬，開門！有人舉報你賣3無產品，配合檢查。一邊是千軍萬馬浴血奮戰，一邊是明槍暗箭步步緊逼。市場監管局接到舉報，你賣的麵包沒有中文標籤，涉嫌走私。那是廠家職工的試吃裝，票據我都存着，你們進來查。手續齊全，沒問題。查清楚沒有？他倉庫裡突然進那麼多貨，錢從哪兒來的？我懷疑他搞非法經營。我中彩票了，行不？您管得着嗎？租房合同上可沒說房東能查我的賬。張大姐，你這鋪面讓給我，我給你補償金，省得天天鬧心。滾！合同沒到期，我就不轉。長風，咋樣了？大姐，西門被韓崇陷了，北地騎兵入城了。別慌，跟姐說，還缺什麼？巷戰缺短刀，正面打不過騎兵的長矛，傷員太多了，止血藥不夠用。沒武器，我倉庫裡還有些菜刀，我就不信現代工藝的菜刀還幹不過你們古代造的刀劍。這些剁骨刀是自己專門去鋼材市場找人打的，刀刃雪亮，木柄上纏着防滑膠帶，絕對好用。
刀上面我寫了用法，那个手套一定要戴，戴上蛮子的刀砍不动。这东西套手上，蛮子的刀砍不动，真砍不动。张姐，你是真神仙！援兵已至，众将士，随我夺回西门！什么妖法？给我顶住！桂芬啊，你这仓库是口头协议租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下个月開始租金漲到2萬，愛租不租，不租搬走。趙總等着要這間倉庫呢。2萬，原先3000，那是友情價。現在你生意做大了，總不能還按老黃裡算吧？長風，姐問你，你怕不怕死？張姐，長風從軍1天就知生死無常，怕的不是死，是護不住這城裡的老人和孩子。這話說的，跟電視劇裡演的似的。姐小時候家裡窮，被人欺負慣了，後來下了崗，男人欠一屁股債跑了，全靠自己一個人撐着。姐不怕人，也不信命，你也不許信命，聽見沒有？張姐，你是我這輩子最大的福星。成王敗寇，殺了我便是。我不殺你，等城守住了，我會讓你親眼看看，你信的那個天命是怎麼被我改寫的。劉姐，你閒着也是閒着，來我倉庫幫忙分貨吧，1天100，現結。真的？貴芬你發財了，我明天就來。李姐，我這缺人手，你來不來？桂平，你這貨往哪兒發呀？也不見你往外拉，越堆越多。我一個表親在鄉下開廠，工人多，我幫他採購勞保用品跟食品，月底一塊拉走。那你可真是遇到貴人了，這麼多貨，光本錢就不老少吧？這幾天辛苦大家了，中午我請吃排骨飯，管夠。貴方仗義。將軍，這灰膠太神了，半日就能硬成這樣，砌城牆比糯米漿還管用。多備幾袋，北敵吃了虧，很快就會再來，到時候城牆就是咱們的第一道防線。張姐這腦袋裡裝的都是什麼？給我收買城裡的細作，不惜代價把那口妖井毀了。沒了妖井，魏長風就是斷了翅膀的鷹。大夏國燕回城城遺址考古新發現，出土帶有現代鋼印的刀具及疑似速乾水泥塊。這些物品如何穿越千年出現在此地，至今仍是未解之謎。更奇特的是，部分刀具上刻有陽江18子字樣。以後考古界有的瘋了。媽，老師讓家長週5去開家長會，這次要說分科的事，特別重要。好嘞，媽一定去。我才想起來，週5正是王德彪給的搬倉庫最後期限。閨女的事一點都不能耽誤，但王德豹也休想得逞。劉姐，你女婿是不是在城管局上班？我想諮詢點事，房東惡意漲租逼遷，有沒有辦法治？你等着，我讓他下班過來一趟。張姐，合同到期前房東無理漲租，你可以拒絕，
他要是强來，你報警留證，一報一個準。但倉庫是口頭協議，沒寫字據，這個比較麻煩。我當初就該白紙黑字寫清楚。別急，我幫你查查這個王德彪。這家伙我早有耳聞，名下不少違建，說不準能抓到他的把柄。不好，井那邊出事了，快跟我去！井在人在，井毀人亡。张姐，你在那邊也要平平安安的。誰貼的？街道辦查的。你這小賣部電線老化，倉庫堆貨堵了消防通道，明擺着的事兒嘛。限期整改，整改期間不准營業。王德彪，你玩陰的？怎麼能是我呢？我這也是為你好，萬一起火了，誰擔得起？對了，你要嫌麻煩，把鋪子轉給我，消防的事兒我幫你擺平。行，你等着。陳宇，幫我查查最近街道辦有沒有搞過消防檢查。我剛打聽了，最近所裡沒統一行動，消防那塊也沒下過通知，是針對性投訴，有人專門搞你。趙志遠幹的。喂，早間新聞熱線嗎？我想反映個事兒，有人濫用職權，偽造消防整改通知書，打擊報復下崗女工。近日有市民向我們反映，老城區個別房東惡意漲租逼遷，甚至找人貼假封條，違規舉報租戶。我們正在跟進調查。別拍，這是怎麼回事？你想在幹什麼？別拍，我這是正常的商業行為，你們別瞎說。我下崗工人，開個小賣部養活自己和讀高中的閨女。房東王德彪要漲我房租4倍，我不答應，他就找人查消防、查食藥，3番5次斷我活路。今天貼封條，明天呢？是不是要砸我的店？王德彪這人真缺德。就是說嘛，人家下崗工人還刁難人家。你他媽找的什麼人貼封條？現在上了新聞，怎麼收場？趙總，你放心，我有後手。這娘們兒不就是會找記者嗎？我讓她嘗嘗別的滋味。去，半夜給她倉庫門口潑大糞，嚇唬嚇唬她，看她還敢不敢狂。小兔崽子，敢动贵芬的東西，我們這些老姐妹可不答應。你們別亂來，我們報警了啊！報啊！我們已經報了，警察馬上就到。姐妹們，你們怎麼在這兒？啥都別說了，你給我們開工資，我們領你的情，誰動你就是動我們。活了42年，頭一回覺得我身後站着人。張姐，我需要比水泥還硬的東西，能扛住巨錘撞擊的那種。求更堅之物，可阻巨錘衝撞。男子新造工程塔，重門恐難守住。巨錘衝撞，那不得鋼板嗎？照办，連夜釘到城門上。神物護門，神物護門！這城裡到底藏着什麼怪物？好了，張貴芬，趙姨，您的醬油；王大爺，您的高粱酒，給您多打了2兩。一個破小賣部，憑什麼跟我鬥？媽，你是不是有事兒瞞我？
我同學說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你了。媽本來不想讓你操心，是遇到點麻煩事儿。房東想涨租逼我搬，媽没答應，他就找人搞鬼。真的？真的，你只管把书读好，別的什麼都不用管。媽，要不我不往校了，回來幫你吧。瞎說，重點高中住校條件多好，你那點力氣能幹啥？媽還指望你考大學呢，不許胡思亂想。連日守城，我軍折損過半。北敵雖然暫退，但呼延烈必然復來。與其坐等，不如出奇兵。我欲親率一隊精銳，繞後襲其糧道。將軍，太冒險了！你是全城的主心骨，我自有神助，諸位不必再勸。辣椒粉装進小布袋，用的時候撕開口子，往空中揚。這個不光嗆人，吸進鼻子裡能讓人半天睜不開眼。胡椒粉更狠，直接往臉上造福。桂鳳，你整這些東西幹啥？跟打仗似的。鄉下果園防野豬用的，據說特別管用。有了這些，破敵易如反掌。我传话给韩崇，3天之内必須把那口妖精炸了。回禀大汗，卑職已聯絡城中殘餘的細嘴，不日便動手。這是王德彪多次威脅恐嚇的錄音，還有他馬仔潑糞未遂時被監控拍下的畫面。王德彪的行為已涉嫌尋釁滋事和恐嚇威脅，我們會立案調查。謝謝警察同志。有些賬該一筆一筆慢慢清了。警察同志，我就是跟他有點口角，做生意嘛，哪有不拌嘴的？潑糞的事兒跟我沒關係，馬仔自己胡鬧的。最終，王德彪被行政拘留5天。判得好，就該抓他進去幾天。這人就活該，抓幾天還少了呢。蠢貨一個！王德彪這顆棋廢了，沒關係，我親自來。喂，工商局嗎？10名舉報老城區張貴帆便利店大量囤積來源不明物資，數量巨大，疑似軍需品走私。張貴芳，有人實名舉報你非法囤積，涉嫌走私。走私？我這些都是從正規批發市場買的，票據全在，一箱都沒少。哎，讓開！媽！小文，別怕，媽沒事。我一生光明磊落，就怕連累閨女，我必須想辦法出來。張姐出事了。張女士，我們核實了一下，你短時間內告進了2000斤大米、1000斤白麵、數百桶食用油、大量藥品和勞保物品，請你說明這批貨的真實用途。我接了一個偏遠鄉鎮企業的採購訂單，幫他們代購勞保用品和食品儲備，合同在家裡，我可以讓人送來。好在當初讓陳宇幫他擬了一份蓋了章，手續齊全。物資來源確實正規，發票也齊全，但是數量巨大，我們需要時間逐項核實。在此期間，這些貨物暫不解封。
我配合，但我是个做小本买賣的，拖不起太久，請你們盡快。天助我也！天助我也！神仙大姐，求求你救救我们将軍吧！将軍要是死了，宴會就完了。桂平，小文打了好幾個電話，你趕緊回一個，孩子嗓子都哭啞了。求藥！將軍中箭墜城，命懸一線。神仙大姐，救救將軍！把箭頭取出來以後，先用碘伏清洗傷口，再撒這個藥粉。張姐，那姐這邊出了點事，但沒事，你好好養傷，別操心姐。大姐，等我。陳宇，我正式起訴趙志遠誣告陷害。另外，我這邊有他超市售賣過期食品的證據，劉姐他們之前買了不少，小票和食物都留着。趙志遠的舉報，如果查實沒有任何依據，我們可以反訴他誣告陷害和商業誹謗，不光要求賠償經濟損失，還能追究他的刑事責任。我不圖他的錢，我就要他蹲大牢。会场变无开！张姐，我們贏了！求大富大貴，但求問心無愧。媽，這兒怎麼有個洞？以前耗子洞早堵上了，別亂動。大夏國燕回城遺址近日出土大量珍貴文物，考古專家證實，當年守軍確實得到了某種神秘援助，被史學界稱為古代戰爭史上的奇蹟之謎。什麼奇蹟？
就是一个下崗老娘們瞎折騰。那段日子像一場夢，有時候我忍不住想，是不是老天爺看我太慘了，專門給我開了一扇窗，讓我去救別人，也順便救我自己。姐挺好的，店保住了，壞人也抓了，閨女考完試了，成績不錯。姐不知道你還在不在，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這封信。姐就是想跟你說，你不用謝姐，姐才該謝你。要不是你，姐可能早就扛不住這攤爛事兒，早就放棄自己了。你好好活着，娶個媳婦兒，生一窩崽，比啥都強。你永遠的張姐。张姐，戰事已平，陛下召我回京受封，此玉乃我娘遺物，自幼貼身佩戴，今贈與大姐，願姐平安喜樂。無論相隔多遠，無論歲月如何，長風永遠是姐的親弟弟。這臭小子，你啥時候動身去京城？自己一個人去行嗎？路上要小心，別被人算計了。到了京城給姐寫信。明日啟程，300親衛推行。姐放心，有姐教的那些防人的心思，朝中那些老狐狸算計不了我。我張貴帆42歲，多了個千里之外的弟弟，這事兒說出去，誰信？我欠一位大姐的恩情，這輩子還不完。將軍，您說的到底是什麼人？一個普通人，又不普通的人。媽，你最近好像變年輕了。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嗎？張女士，我們在研究燕回城出土文物時，發現大量銘文中出現了“貴芬”二字，有的刻在刀柄上，有的燒在磚塊上，還有一件玉器上刻着“貴芬大姐”4個字。請問您和這個遺址有什麼淵源嗎？那是重名，俺家祖上3代都是種地的，哪能跟1000多年前的將軍扯上關係？你們搞錯了吧？差點露餡兒。魏長風面聖，皇帝要封他做兵部尚書，滿朝文武都以為他會欣然受封。臣願回北疆，繼續守邊，高官厚祿，非臣所願。皇帝感其忠義，封其為鎮國公，世襲罔替，永鎮北疆。這碑上原本該刻一位神明的名字，但他不許。張姐，裡面塌方的厲害，這面牆和隔壁倉庫是承重結構，不處理的話，整棟樓都有危險，只能灌注混凝土，徹底封死。封死？師傅，你先回去。姐，我也察覺到井中堰洞越來越頻繁，近來常有石塊墜落，或許這條通道本就不該長久存在。姐莫難過，有這一場相遇，長風此生已無憾。別，姐再想想辦法，也許有別的加固方式。他跑去諮詢了好幾個建築專家，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樣的。老牆底結構脆弱，強行保留洞口可能危及整棟樓的安全。而且這牆一旦塌了，受牽連的不光是他家，隔壁住着人的。長風，姐得封洞了，不然房子要塌，小園也會有危險。你能理解姐嗎？姐，我懂，家人為重。長風會好好活着，走完這一生。祝小燕金榜題名，祝張姐平安喜樂。弟魏長風叩首。師傅，等我1分鐘。
長風，巧克力是姐店里最贵的零食，你尝尝。老干媽是姐最愛吃的，拌飯特別香。棉衣留給你冬天穿，書是姐看不懂的，你比姐聰明，留着看。這張照片你留着，是姐和閨女，讓你也認認咱家的另一口人。将軍，這黑乎乎的是什麼？人間至味。媽，你脖子上那塊玉，以前咋沒見你戴過？一個故人送的，那是媽的恩人。男的女的，長得好看不？一個男娃，跟你差不多大，長得肯定很好看，我沒見過。這些物品距今約1200年，卻帶有明顯的現代製造痕跡。它們的來源至今是考古學界最大的未解之謎。將軍為什麼總跟一口井說話？那不是井，那是將軍的親人，你不懂也別問。大夏國燕回城遺址考古又有重大突破。最新碳14測定顯示，部分神秘物資的年代跨度長達數年，證實當年守城戰並非短期勝利，而是形成了持續補給線。張姐，我這輩子娶了媳婦兒，生了個閨女，名字叫懷芬。呸，真難聽，換一個。相公，你总提這位恩人，她究竟是哪裡的姑娘？她不是姑娘，她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女子。若沒有她，就沒有燕歸，沒有鎮遠，沒有如今的大夏邊關。桂平，你說咱們這算不算積德行善？算啊，怎麼不算？善有善報，我信這個。雖然那個洞早就沒了，但那段並肩作戰的日子，夠我回味一輩子。貴芬，這幾年多虧了你，咱們這些下崗的老娘們才有個奔頭，有份活幹，有份尊嚴。這杯酒，我代表姐妹們敬你。長風，姐今天50歲了，你要是在，得給姐磕3個響頭。張女士，您從一間快倒閉的小賣部做到現在的連鎖超市，最大的動力是什麼？沒什麼高大上的，我啊，就是想對得起那些需要我的人。還有別的嗎？還有，就是不能讓一個人失望，一個挺遠挺遠的人。是誰啊？張姐，我這幾天老夢見你，你說你老了，頭髮白了，可在我心裡，你還是當年蹲在牆洞前往裡面塞麵包的那個大姐，一點都沒變。你聽見了，我知道。長風，姐，我來接你了，等了好久好久。
張姐，你来了。小文，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媽應該已經走了。別傷心，媽這輩子過得特別值。媽要告訴你一個秘密，這些物件來自1200年前，一個叫魏長風的年輕人，他是個將軍，21歲，帶着8000殘兵，守着一座被10萬蠻族圍困的城。媽不是什麼英雄，媽就是往牆洞裡塞了幾個麵包，然後就莫名其妙的成了他的姐姐。這些東西你留着，別賣。這是媽這輩子做過的最牛的一件事，別找了，找不到的。這是媽最大的秘密，也是媽最大的驕傲。媽走了，你要好好的。張桂帆奶奶是我們社區了不起的創業者，她從一個快倒閉的小賣部做起，幫助了幾百個下崗工人再就業，還成立了愛心基金，資助了100多個貧困學生。你們看，那塊玉佩的紋樣和燕回城遺址出土的那件鎮國公魏長風隨葬玉佩好像一模一樣。